教授。你好，唔好咁講。嚟緊係喺日本嘅大學度做教授。喺一間美術大學嗰度做專任講師，咁即係相當於香港大學嘅助理教授咁樣。聽講你有仲勁啲嘅嘢，就係你嚟緊會喺東京大學全日本最 top 最出名嗰間大學，會博士學位畢業。其實本身一直都係喺東京大學嗰度由碩士啦，咁跟住就讀上去就讀博士咁樣，係啦。咁如果交咗論文，咁如無意外應該係可以博士畢業。你會係香港可能係唯一同埋第一人係喺東京大學仲要係博士學位畢業咯，你好犀利！可能係超勁喎，真係。咁其實你教啲咩科目嘅？其實就主要教語言為主，主要係英文啦，同埋普通話。咁但係其實語言之外，因為自己本身嘅專業都係文學啦，咁所以嚟緊喺早稻田大學都會教一科叫做歌德文學。歌德式文學就有別於平時我哋讀 econ 啊、讀翻譯啊，即係完全唔係嗰啲普通人哋大家認知嘅科目。其實歌德式文學係咩嚟？Gothic literature 啦，就係佢個英文啦。咁其實主要都係牽涉到一啲比較恐怖啦，或者係令到人哋引起一種不安。咁其實如果再比較早啲去睇 Gothic，其實就同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係有一個好大嘅關係。一個比較出名叫做 Edmund Burke嘅一個哲學家，咁其實佢又提出一個叫做 sublime 一個崇高嘅一個概念。咁呢崇高嘅概念其實就講緊人對於大自然啦一種 respect 啦，就好尊敬，但係亦都有一種好敬畏嘅嗰種心。咁然之後呢一樣嘢如何喺小説啦，或者係嗰種嘅文學入邊反映出嚟啦，就透過去睇唔同嘅小説啦、唔同嘅作品啦，咁甚至乎係電影啦咁樣。好有趣喎！咁歌德式文學嗰啲題材大嘅可能有啲咩咧？其實比較出名嘅我諗就係 Frankenstein 啦、科學怪人啦、Dracula 啦、吸血男爵啊，係啦，呢類型嘅都會係19世紀比較出名嘅小説啦。咁上堂跟住會點做？教授會提出啲咩問題？我希望佢哋睇嘅一個章節啦，跟住我亦都會係牽涉到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去希望引發佢哋思考啦。即係你睇完呢個章節，你對於呢個科學怪人佢嗰個孤獨啊有啲咩嘅睇法啊，或者我會係去引發佢哋諗一啲自己嘅體驗啦。你有冇試過可能有一啲孤獨嘅體驗啊？個語言係用咩語言？主要都係用英文。真係好好玩喎！我返大學如果可以咁樣上堂都幾正喎。我哋可唔可以模仿下你上堂？即係俾一段簡單啲嘅俾我睇下。可以嘅，其實介紹呢本叫做《Cycle》嘅一本小説。咁《Cycle》其實都出名嘅，因為希治閣後嚟都拍成電影咁樣，有17。拍咗電影。係啦，係啦，《Cycle》係啦。好沉重嘅。好沉重嘅。平時上堂咁樣睇完，跟住你會問咩？即係睇完嗰個感想啦，或者係你會有啲咩嘅觀察啊？佢真係小説啦，總之，所以有一種沉重感。其實我未觸摸到裡面嘅嘢，因為我冇睇前面啦。但係我 feel 到就係有一種吶喊嘅感覺，好似清醒咗，又持續，有好多可能性同迷糊嘅情況發生咁咯。係啱，其實嗰個感覺嗰個 atmosphere 其實就係咁樣。嗰個主角其實係 Norman Bates，咁佢主要就係佢經營一間叫做 motel， 咁跟住就有一晚有個女仔就走入去投宿一宵，咁個女仔當然啦後嚟就被殺啦，咁就去追查究竟佢嗰個下落，咁先至得知到原來呢個 Norman Bates 係一個連環殺人犯嚟嘅 serial killer 咁樣。因為 Norman Bates 本身佢嗰個神志都係不清，佢有一個多重嘅人格，佢其中一個人格就係佢媽咪嚇，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叫做細路仔嘅 Norman Bates 多重人格。James 教授係識9種語言。又唔可以話識嘅，咁但係涉獵過嘅就有9種。都8至9種左右啦。可唔可以數嚟聽下？咁本身廣東話就係我母語啦。咁其實作為香港人，咁始終英文啦，同埋普通話啦，三文兩語。咁除此之外就咁我高中嘅時候咧，咁都開始學日文。咁到大學嘅時候就副修就法文同埋德文。咁跟住到大學院研究院嘅時代就開始學西班牙文、韓文。咁去到東京大學就有幸有一個教授，咁佢就
教波蘭文。好多喎，真係。識就唔敢當咁，但係啦，即係叫做接觸過咁樣。佢係真係識嘅，佢係要睇法文同德文嘅小説㗎咯。你係 native 㗎咯，你係真識嘅。你第一種學嘅外語啦，語言係咩啊？日文啦，應該係。個契機係咩？小學嘅時候其實都同好多香港學生一樣啦，咁啊接觸好多漫畫啊，咁啊動畫啊咁樣，其實都想有一日可以講到日文咁樣。咁變咗小學嘅時候去到書店就見到有一 set 就係一種自學嘅教材。咁當時我嗰個時代都仲係零格風嚟嘅。係。咁變咗就買咗一個嗰個教材，就係音帶嘅 set 咁樣係啦。咁但係一直都擺咗喺度。點解咧？咁因為始終小學生啦，咁啊同埋香港嗰個氣氛都係着重考試 exam oriented 啦。一直就擺到會考完結之後，其實一直都想攞出嚟學嘅咁但係屋企人有微言。即係總之你搞掂考試先啦。係啦。明白。咁一搞掂考試啦，咁係啦，咁搞掂個考試就於是攞出嚟，咁啊一路聽 cassette，咁啊一路讀，跟住讀，咁直頭將個50音表就貼喺個床頭嗰度，每日記咁。後嚟就直頭自己報考日語能力試啊，咁當然由最低開始嘅。咁而家學緊啲咩語言？韓文啦，同埋西班牙文啦，咁都主要都係自己睇書啊，聽一啲嘅audio files 咁樣學。教授係教書教到入晒骨㗎，屋企都要有塊板㗎。因為自己中意寫嘢嘅白板係始終可能有塊白板，咁幫助自己去記會比較好。而家塊板寫嗰啲係咩文？因為我學緊韓文同埋西班牙文啦，都仲係比較初階嘅階段，咁所以需要靠白板幫助記嘢。嗰度係溫書用嘅。係溫書用。你覺得點樣學語言係最容易上手咧？學語言雖然因人而異啦，咁我自己就因為學到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其實好靠自己嘅 exposure 啦。每日我都會去 YouTube 嗰度聽法文嘅一啲新聞啦。如果德文嘅話，主要我都會去，例如話 subscribe channel 嘅時候咁我會將佢轉晒做德文啊，去睇電影啊，或者係一啲電視劇啊咁樣。嚟緊有冇想學第10款語言啊？掌握咗現時嘅語言先，咁但係嚟緊如果真係有機會嘅話，我會想學俄羅斯文同埋拉丁啦因為拉丁就係歐洲語言嘅叫做一個 origin。我就覺得你似係一個齒輪啦，而呢個齒輪就係不停轉，又冇終點嘅呢個齒輪。而你喺不斷轉嘅過程中，係想發掘更多嘅可能性。你覺得我咁樣形容你啱唔啱？我覺得係我可能有少少誇張咗啦。咁但係咁有一個奧地利嘅哲學家，咁佢就叫做 Ludwig Wittgenstein。咁佢有講咗一句説話咧，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好受用嘅。咁可能有少少斷章取義啦，咁但係佢咁樣講嘅，如果佢德文咧就係 Die Grenzen meiner Sprache bedeuten die Grenzen meiner Welt。咁英文咧嘅意思即係話 The boundarie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boundaries of my world。咁所講嘅就係我嗰個語言嘅界限，亦都代表咗我世界嘅界限。但係其實你喺香港讀完中大之後畢業咧，你係有學人創業嘅喎。有試過係啊，咁本身就其實做咗1年嘢，咁跟住就同以前嘅小學、中學、大學同學咁啊一齊搞補習社。補習社應該好揾錢嘅喎。你話係非常揾錢咧，又非常賺錢又唔係，咁但係好老實講就係好享受嗰個過程啦。因為第1年大家由零開始即係好似砌積木咁樣但係後嚟咧第2年。咁我就又入翻去呢個大學研究院嗰度讀，咁跟住就發覺覺得第2年開始自己 give 比較多，咁但係 take 咧就冇乜咁我其實自己希望嗰個理想嘅教學模式就係唔單止自己去教，亦都希望可以從學生嗰度係得到一啲 feedback 啊，或者得到佢哋點樣去理解啊，從而再去令到自己可能學到啲嘢，即係所謂嘅教學相長嘅，例如話教歌德文學啊，或者係教一啲短篇嘅小説嘅時候。即係學生會反映俾我聽呢一個嘅句子或者呢句嘅表現，咁可能係反映咗呢一個嘅心態或者呢樣嘢。咁我覺得
我可能之前未諗過，咁變咗即係學生諗到嘅嘢，可能自己又未必諗到，咁變咗大家有個溝通，咁就令到對於嗰個小説個理解更加深化係。咦，原來你同我一樣中意借人哋嘅腦嘅喎。係，都可以講嘅。2年之後，咁啊放棄咗教保入社，又再去倫敦留學，咁啊跟住到現今嚇，即係喺呢個大學嗰度教咁樣。美術大學裡面教呢個哥德式文學，你唔存在嘅時候係冇呢個學科嘛？係啦，可以咁講啦嚇。點講咧？有少少係合併嘅，因為佢本身開個學科叫做可能英語會話咁樣，咁但係英語會話你冇一個 theme 冇一個主題咧，即係好空泛，我自己會覺得。咁不如將佢 package 做一個係啦，自己又有興趣或者學生可能佢又有興趣教，係啦，咁就叫做一個 win-win 雙贏，咁啊將佢全面就做一個哥德式文學。好好喎，即係原來你嘅出現令到有個新嘅科目可以俾呢班學生，即係俾佢哋多一個選擇咁樣。好好好。3年後呢個助理教授將會變成準教授。希望啦。喺日本會落地生根啦，應該。如無意外啦，咁但係當然後嚟大家都唔知啊。之後嘅嘢。可能突然間又要去第二度讀書咁啊嘛，做研究啊。3年後我哋期待教授會有更多新又有趣嘅科目。希望係啊。希望，多謝今日做我訪問。